我在30里营地遇到一个我们河南的老乡，洛阳的大哥。大哥你好。啊，你好。你来新疆多少年了？20多年了。20多年了。就在哪个地方了都？主要在乌鲁木齐。乌鲁木齐。那你现在来这里是干什么？现在来这里打工啊。打工。这里工资高。工资高。您来这里生活几年了？今年第3年。第3年了。那您在这里工作是什么？工作就是打零工啊。零工。跟人家建筑队打工嘛。建筑队修路。修路。盖房子。对，烧电焊啊这些的。电焊也行，这也是技术啊，没技术人干不了。对。那您这就在这里干活啊？这里海拔也比较高，比较偏远，是吧？一天工资能拿多少？一般情况下600以上，800左右。600到800，这真的高啊，真的高。你知不知道那个阿拉尔？阿拉尔知道，在阿克苏那边。对，阿拉尔那边好像也是这个样子，但那边的环境就好多了。对。那边正在大发展。他那边也是一个。那你这个活天天都有吗？基本上有，我们要找对，现在是暂时活少。等一段时间大面积开工了，干到11月份没有问题。那你过年还回不回家了？回家。上来几个月，反正就是10来万块钱。几个月挣了10几万块钱了，那可以呀，可以。今年人比较多，去年因为疫情人少，今年人来的就多了。今年人多了，去年疫情人少。对。那之前在乌鲁木齐是干啥？乌鲁木齐，那叫小孩没娘，说来话长了。干的就多了。但是还是这儿好，挣钱。目前暂时是这样，过渡一下。你现在要去那个红柳滩？红柳滩。那你现在家安到红柳滩了？没有，家还在乌鲁木齐，咱老家也有家。老家有家，乌鲁木齐也有房子。家里面父母亲都有，该回去就回去。等于说现在去红柳滩。对。那今天我是送不了你了，因为我才到这儿。今天我就说搁这儿歇一歇，明天早上我再往那边去。明天早上再走。对。中。可以。你今年看有55。中。那反正多挣点钱是正事儿啊。对。是这样。中。那祝你发财。好。发财。发视频了是吧？朋友们刚刚跟我们老乡聊了一下啊，他说今年这工资算低的了啊，就像我之前吃饭跟那老板娘聊的，今年生意不好啊。我们老乡说去年1800一天，就这还找不到人啊，真的就这还找不到人。我说就这工资我都要上来了。但是我们老乡说很多人啊一听这里就不想来了。你像老乡回家叫人啊，一听这青藏线海拔4、5千，不敢去。有的人来了之后呢，就高原反应啊，就回去了，就说这个钱不赚了，这个不好赚。朋友们，说实话，这里的条件呢确实是恶劣，但是高原反应呢，你身体适应就行了。你像一般30、40岁过来啊，你反应个1个星期就没有事了，就适应了。你在这个地方适应了，就和平原是一样的啊。还有呢，跟老乡说，我说在昨天隧道那里。人家说一个做饭的1万块钱，他说1万块钱不算高的，在他们那里1个月要1.4万做饭的。大家再看看30里营房这个环境啊，这个桥过去就没有了，这个商家呢全部集中在这里。你看，就这个破房子，都是这个饭店啊，这还是低一点的，这个不太好，那边都是满满的呢。你想扩张都没有地方让你扩张啊，只能往后面盖，后面的话人又不去，是不是？30里营房，刚刚跟我们老乡聊聊天，然后又跟附近开店聊聊天。这里生意最好的就是那个房子了，就是这里最豪华的房子。看看，放眼望去，就那个3层的是最豪华的。那里是吃饭住宿一体的啊！你看看前面那个车，这都是自驾游的啊，全部住在这里边。现在进超市看看，买点东西。超市也挺大的。
没啥买的，买个雪糕吃。哎呦，哇，冻成石头了，好硬！朋友们，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30里营房的历史啊。刚刚问的当地人，你对着人家拍的话不好拍。这里可以说10年前吧，只有一个兵团，还有一个医院啊，就是什么都没有。然后有一些人呢，就过来做生意啊，也没有房子，就自己盖房子。可以说10年前来的这一批人呢，都发财了。他们房子盖在这里，你看现在琳琅满目啊，非常热闹。我中午去吃饭那个饭馆，它就是租的，那个房间一点点，每年的话租金不到3万。饭馆老板呢，当时也跟我说了，来得早的人在这里盖上几间店面，现在啥也不用干，一年租金收个10来万、20万的。你现在再盖的话就不行了，因为已经没有地方给你盖了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那个老板我说你这个给扩充嘛，再搞点住宿什么的。他说没法弄的，就是一房难求啊，就是一个商铺非常难求。你想想，在这里打工都这么挣钱，在这里做生意是更挣钱的啊。所以呢，这里的东西贵，什么都贵。贵的话，我作为一个游客也理解啊，因为这里到叶城的话，确实是太困难了，将近370公里，开车的话10个小时，不是开玩笑的啊，要翻2个4900多米的山，真的很难啊，那个路到处都是修路，到处都是泥。这个超市呢，也是这里最大的超市啊，然后也是不停的忙碌。刚刚下去看那边，你看低洼处啊，都是商店啊，一商铺难求。在30里营房呢，还碰到一位广东的朋友。对，广东。现在广东可不好出来呀。对，我们是在疫情之前就出来了啊。红星昨天前天晚上在西站的线，对，一直走被卡住了。那之后怎么弄了？之后他就要核酸检测。立马就是前天晚上的12点钟，医生亲自到宾馆里跟我们做采样，做核酸检测，然后到了就是第二天，就是昨天晚上的5点多，结果出来，报告出来正常，就放我们走了。那你们从就是上个月的15、6号出发，都走了哪里？上个月的15、6号出发是吧？我看一下9号到了虎跳峡。那就是香格里拉了。对，香格里拉。就是20号到了稻城亚丁就是22号在了姐妹湖景区就是你们是走滇藏线对，滇藏线。你们这一路走的也快呀，每天要走多少公里？不一定，有时候一天100多公里，有时候一天好几百公里。反正我们就是。你们这时间要赶着回去吗？没有，我们计划1个月。1个月？对，那也有点着急了。有点着急了。对，有点着急。计划的可能有点。这新疆之旅。这就严了，行吧，那就祝你这一路顺风吧。刚刚和这个大哥聊天中啊，你也拍视频对，是的。你网名叫什么？网名叫刺激的中国行。刺激的中国行。对。你什么时候开始拍的？就是应该1个多月前吧。你这个你这个课程呢应该是去年年底的时候，差不多过年的时候，就买的。你这个因为去年年底也是疫情嘛，从零开始，对。有没有用？有用，真有用。最起码我们这个编辑视频啊，这个东西是基本上问题不大的，比那些不懂的还是要强不知道多少倍啊。是你卖的也便宜，对，你不懂的话。可以给你很大的帮助。对，是的，真的是一个就是从零开始啊，就是我们其实一开始像我们来说就是你说年纪大的也不是很大，你说年轻的就是也不算年轻的，说实在的，就是这些这个自媒体的东西啊，说实在的，之前跳不通。看完之后就少走点弯路。对，少走很多弯路，不是少走点弯路。好，行。是，就是去年过年的时候，基本上天天看，有时候把你这个课程就把连续看了差不多2、3遍。所以说收获还是很大。行，大家可以关注刺激中国行，这名字也好记。可以。对，刺激中国行。行。现在晚上11点。我现在回去睡觉了，
朋友们，早上好，又是新的一天。现在起床啊，出发。昨天晚上睡得还不错，看看外边，还可以。朋友们下来了，看这个天气，挺不错的，不错不错啊。开门做饭。朋友们吃饭了，吃完饭，我想买点菜，买点火锅料，然后去雪山上吃火锅。想想就是不错的选择。但是听说这里，菜比肉还要贵啊。不知道真的假的，等一下去看一看。吃火锅先买丸子，没有丸子的话不好吃。就是一袋一袋的丸子，35一公斤，这点的话19块钱。朋友们，散装的丸子35一公斤啊，合下来18块钱一斤。只要在内地的话，像这种也就几块钱一斤了。再买点菜，这有个卖菜的，咱们看看。大白菜4块，皮牙子是洋葱啊，4块5。进去看看。这个1公斤多少？8块。8块。菜花，这是平菇。水果，白菜，要哪一个？要个小一点的吧。这个烧心了，给你。啊，这个坏了，小一点的，小小的。这个多少钱？4块5。你门口不是写的4块？这都不是很好的呀，这个。跟着老板去他们冷库看一看，菜都放到冷库里了。他这个卖一半坏一半。就像他这个饮料啊，卖一半掉一半，来前面那肯定掉的好处。那这个蔬菜就是这个样子，水果也是。我刚刚你看你们那个橘子也是坏了，损耗太大了。哦，这是冷库啊，这是冷库吧？哦，这里边多啊，凉凉的。哇，大空调。我要一点就行，一点，就这个，就，哎呦，这个也烂了呀，这个，黏黏的，你看。我真的去掉吗？去掉，多去点，就这。哎，就这么吧。刚刚问一下老板，这个30里营房只有2家卖菜的啊，就是不好放了。这个金针菇一半是黏的，一半好了，把这黏的给弄掉了，去称一称。这买全了啊，金针菇还有一个青菜就可以了。他们这里水是不要钱的，然后电的话1毛钱是1度是7毛钱，还可以啊，不贵，正常价钱。同时现在我要离开这个30里营房了啊，不错啊，它就是个小镇，什么都有。朋友们，在这里不管是打工还是开店啊，都是赚得盆满钵满。这小小的店铺，环境也不好，卫生也不好，然后反正我看来什么都不好，但是一年赚个60-70万，那是松松的啊。朋友们，昨天广东的朋友他给我送了2张明信片过来啊，珠峰的明信片，看一张就是在下面拍的，一张是日落金山啊，然后他给我写了一些祝福语，祝
穷游的似水年华，身体健康，财源广进，刺激的中国行啊，于30里营房。这张呢是一生平安，万事如意啊，30里营房。哎，这朋友真有心啊，这个我要好好收藏着啊。珠峰的明信片，这上面写的是中国邮政日喀则啊，日喀则发的。朋友们，这位广东的朋友呢，他是开那个家具厂的，这个经济条件也不错。你看，他看了我这个从零开始，手把手教你做自媒体，他也拍上了啊。他跟我说呢，拍这个视频，并不是说要赚钱怎么样的，就是纯粹的记录下啊。他觉得这种方式很好，看一看视频，半年前的事情一目了然啊，这脑子里一下就想起来了。所以呢，我也想给大家说，记录你的生活，照片可以，但是视频的形式呢更直接啊。大家要是想记录的话，可以看一看我的专栏啊，手把手从零开始教你做自媒体。专栏不贵啊，卖30块钱。你买过去之后呢，我呢能得一半啊，就是得15，就是挣15啊。这个有什么说什么，拍一拍视频放到网上，多多少少有些收入啊，并且记录的是你自己嘛，对不对？或者说记录你的孩子，记录你的生活，这都是最宝贵的财富啊。等你老了，咱们不说老了，就是几年后吧，明年再看看今年啊，就大不一样啊。所以呢，大家可以看一看啊。离开30里营房，过了那个墙呢，就没商店了啊，就是这样的场景了。